盘古神话。在天地未开之时，宇宙是一片混沌，没有天，没有地，也没有任何生命。这片混沌就像一枚巨大的鸡蛋，里面充斥着无尽的黑暗和寂静。在这片混沌中，孕育着一个巨大的生命——盘古。盘古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，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力量。他沉睡在混沌之中，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年。盘古的诞生。关于盘古的诞生，民间流传着不同的传说。在一些传说中，盘古是生于天地未开之前的一颗巨蛋之中。这颗巨蛋无边无际，里面充斥着混沌的气息。盘古就在这颗巨蛋中孕育着，逐渐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生命。还有一些传说中，盘古是天地自然孕育而生的，他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他从混沌中诞生，注定要成为开天辟地的伟大英雄。盘古的苏醒。盘古在混沌中沉睡了不知道多少年，终于有一天，他醒来了。盘古睁开双眼，看到了周围的混沌景象，不禁感到十分压抑。他想要打破这片混沌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盘古的决心。盘古决心要打破混沌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他握紧了手中的巨斧，准备向混沌发起挑战。盘古知道，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，但他毫不畏惧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。盘古的准备。盘古为了这场战斗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他锻造了巨大的斧头，积蓄了无穷的力量。他等待着时机，准备向混沌发起致命一击。混沌的威胁。混沌是无比强大的，它代表着无序和黑暗，是盘古最大的敌人。盘古知道，如果自己不能战胜混沌，就将永远被困在这片黑暗之中。盘古的决战。终于，时机成熟了。盘古挥舞着巨斧，向混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只听一声巨响，混沌被劈开了。氢气上升，形成了天；浊气下降，形成了地。天地初开，但还很不稳定。盘古担心天地会再次合璧，于是站在天地之间，用自己的身体撑开了天地。盘古醒来后，看到周围的混沌景象，不禁感到十分压抑。他决定要打破这片混沌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盘古握紧了手中的巨斧，准备向混沌发起挑战。他知道，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，但他毫不畏惧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。盘古的力量。盘古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，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力量。他手握巨斧，可以轻易地劈开山石。盘古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，他可以不停地挥舞巨斧，不会感到疲劳。混沌的顽固。混沌是无比强大的，它代表着无序和黑暗，是盘古最大的敌人。混沌像一团粘稠的浆糊，很难被劈开。盘古每次挥动巨斧，都会溅起大量的混沌之气。盘古的坚持。盘古知道，要想战胜混沌，就必须坚持不懈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巨斧，从不放弃。混沌虽然顽固，但终究不是盘古的对手。在盘古不懈的努力下，混沌逐渐被劈开。氢气上升。盘古用巨斧劈开混沌，氢气上升，形成了天。天像一个巨大的圆盘，笼罩着大地。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，太阳和月亮开始发出光芒。浊气下降。盘古用巨斧劈开混沌，浊气下降，形成了地。地像一个平坦的平台，上面山川河流，草木繁盛。
天地的分离，氢气上升，形成了天；浊气下降，形成了地。天和地逐渐分离，宇宙也逐渐形成了。盘古的支撑，天地初开，但还很不稳定。盘古担心天地会再次合闭，于是站在天地之间，用自己的身体撑开了天地。盘古每天都会长高9丈，天地也每天都会相距9万里。盘古的艰辛，盘古站在天地之间，用自己的身体撑开了天地。这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任务，盘古每天都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他的身体也逐渐变得疲惫。盘古的坚持，盘古知道，如果自己不能支撑天地，天地就会再次合闭。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，他必须坚持下去。盘古咬紧牙关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继续用自己的身体撑开天地。经过了18000年，盘古终于长到了顶天的高度，天地也终于稳定下来。盘古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倒下了。盘古倒下后，他的身体化作了各种自然物，创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。盘古的呼吸变成了风和云，风吹拂着大地，给人们带来凉爽和清新。云在空中飘荡，为天空增添了色彩。盘古的汗水变成了雨，雨水滋润着大地，使万物生长。雨后的彩虹绚丽多彩，令人赞叹。盘古的血液变成了江河，江河流淌在大地，为人们提供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。江河也孕育了丰富的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。盘古的毛发变成了草木，草木覆盖着大地，美化了环境，净化了空气。草木也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药材来源。盘古的筋骨变成了山脉，山脉耸立在大地，为人们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屏障。山脉也孕育了丰富的矿藏资源。盘古的牙齿变成了玉石，玉石晶莹剔透，是人们喜爱的饰品和工艺品。玉石也具有保健养生功效。盘古的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，太阳照亮了大地，为人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。月亮照亮了夜晚，为人们带来了光明和浪漫。盘古的化身意义，盘古的化身象征着万物由一而生，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界的敬畏和赞美。盘古化身的价值，盘古化身的形象激励着人们不断奋斗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。盘古化身的传承，盘古化身的传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。盘古化身的影响，盘古化身的形象在文学、艺术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。盘古化身的启示，盘古化身的传说告诉我们，世界是物质的，是运动发展的，人类应该像盘古一样，勇敢地与困难做斗争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盘古化身的精神，盘古化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，也是我们应该永远传承和弘扬的精神。盘古神话是中国神话中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神话之一，它不仅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，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。盘古神话的起源，盘古神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，在那个时候，人们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充满了好奇，他们通过口耳相传，将盘古神话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。盘古神话的版本，盘古神话在中国各地流传着不同的版本，其中最常见的版本是盘古出生于混沌的鸡蛋中，盘古用巨斧劈开了混沌的鸡蛋，盘古顶天立地撑开了天地。盘古死后，他的身体化作了各种自然物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版本，例如
在一些版本中，盘古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对巨人。在一些版本中，盘古不是用巨斧劈开混沌的鸡蛋，而是用手。在一些版本中，盘古的死不是因为身体累垮，而是被其他神灵杀害。尽管存在不同的版本，但盘古神话的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宇宙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和艰苦的奋斗才得以实现的。盘古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。盘古神话的传播。盘古神话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，人们通过讲故事、唱民歌、跳民间舞等形式将盘古神话传播开来。盘古神话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，人们也知道了盘古神话，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。盘古神话的影响。盘古神话在文学、艺术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都以盘古神话为题材，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。例如在文学作品中有屈原的《离骚》，郭璞的《山海经》，李白的《蜀道难渡》，府的《蜀望》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等。在艺术作品中有盘古石雕、盘古壁画、盘古瓷器、盘古玉器等。盘古神话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它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，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。盘古神话的价值。盘古神话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。历史价值。盘古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宇宙起源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。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、教育价值。盘古神话可以教育人们要像盘古一样勇敢地与困难做斗争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第5章，文化遗产。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是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的。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，也对文学、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盘古神话的历史价值。盘古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宇宙起源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。它告诉我们，宇宙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和艰苦的奋斗才得以实现的。在古代，人们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充满了好奇，他们通过观察、自然思考人生，逐渐形成了对宇宙的认识。盘古神话就是古代人民对宇宙起源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。盘古神话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，它为我们了解古代人民的思想和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。盘古神话的文化价值。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它体现了古代人民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自然界的敬畏和赞美。盘古神话的形象是高大而伟大的盘古，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天地，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空间。盘古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。盘古神话的文化价值是深远的，它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，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。盘古神话的教育价值。盘古神话可以教育人们要像盘古一样勇敢地与困难做斗争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盘古神话告诉我们，宇宙的诞生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和艰苦的奋斗才得以实现的。盘古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天地，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空间，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。我们应该像盘古一样勇敢地与困难做斗争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。盘古神话的教育价值是巨大的，它可以激励人们奋斗进取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，我们应该努力传承和弘扬传承。我们应该将盘古神话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盘古神话。弘扬。我们应该弘扬盘古神话的精神，像盘古一样勇敢地与困难做斗争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，我们应该努力保护。我们应该保护盘古神话的相关文物和资料，防止其流失和破坏。研究
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盘古神话，挖掘其内涵和价值利用。我们应该合理利用盘古神话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。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。在新的时代，我们应该继续传承和弘扬盘古神话，让盘古神话的精神激励住我们不断进取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是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的。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，也对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盘古神话的魅力在于，它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，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它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宇宙起源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它体现了古代人民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自然界的敬畏和赞美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。它可以教育人们要像盘古一样，勇敢地与困难做斗争，创造美好的未来，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。盘古神话的意义，盘古神话的意义在于，它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，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它激励着人们奋斗进取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盘古神话的传承，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，我们应该努力传承和弘扬。我们应该将盘古神话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盘古神话，弘扬。我们应该弘扬盘古神话的精神，像盘古一样勇敢地与困难做斗争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盘古神话的保护，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，我们应该努力保护。我们应该保护盘古神话的相关文物和资料，防止其流失和破坏。研究，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盘古神话，挖掘其内涵和价值利用。我们应该合理利用盘古神话，